娘娘怎么了？没事。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再过几天就是初一了，咱们要去安华殿祝祷，到时候切莫误了吉时。谨遵皇后娘娘吩咐。坐吧。我听说皇上这几日身子乏累，咱们可得好好为了皇上的龙体康健祈福。皇上龙体不安，12个身子也不安宁，这回啊是该好好的祝祷一番了。梅嫔薨后，丧仪也未周全，本宫也想为她办一场法事，就一并安排了吧。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，有什么可超度的？庆嫔，梅嫔在世的时候确实对不住你，但是她所做的事也许并非是她的本意，而且她也受到了惩罚。如今人走灯灭，让她可以走得安生些，也算是咱们一起在宫里伺候皇上的一份情分。皇后娘娘这话说的，梅嫔是怎么害得庆嫔不能生育？这宫里人人皆知，她自己也是认了的。怎么这会子，皇后娘娘倒说起不是她本意了呢？听说梅嫔走的时候是皇后娘娘去送了的，不知梅嫔跟皇后娘娘说了些什么，倒叫皇后娘娘生出这许多心软来。梅嫔临终的时候，确实对本宫说了许多的真心话。本宫也确实觉得她可怜。这狠毒之人，哪来什么真心，又哪来什么真话？梅嫔对着本宫认了是她害了庆嫔，这是真心话。梅嫔也跟本宫说，是她因为丧子之痛而失了心性。这是真心话。梅嫔还说，宫里的孩子可怜，从她的孩子到仪嫔的孩子，到孝贤皇后的七阿哥，不知道是着了谁的手，死得冤枉。这更是真心话。梅嫔和仪嫔的孩子是着了人的手，但七阿哥天生体弱，不是因染痘而薨的吗？就是。七阿哥是因他的乳母春娘生了痘，才染了痘疫早夭的，这也是满宫里都知道的，又有哪里冤枉？本宫也在想，宫里是传痘疫，但是长春宫算是平静，七阿哥天生体弱，伺候他的人一向谨慎，乳母更是并未出过长春宫，为何偏是他得了痘疫呢？生痘这种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说的也是。梅嫔临终的时候跟本宫说，她曾经见过惠贤皇贵妃的侍女莫欣，后来莫欣得了痘疫没了，结果梅嫔没事儿，反而是乳母和七阿哥得了痘疫，这确实也是说不准的事儿。这有什么可说的？难不成还是抹心也去见了春娘才得的痘疫？生痘的事儿，若要怪，也只能怪他自己福薄罢了。嘉贵妃的意思，难道是七阿哥命当该绝吗？若非七阿哥早夭，孝贤皇后就不会伤心过度而崩逝。你是说，七阿哥和孝贤皇后福薄吗？我并无这个意思，令妃又何必故意曲解？嘉贵妃，这话是你刚才自己说的，谁曲解你了？嘉贵妃，你方才这些话
可是对孝贤皇后和七阿哥的大不敬。你们这是刻意在针对我吗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，嘉贵妃难道怪得了别人吗？皇后娘娘，嘉贵妃如此出言不敬，臣妾以为不能坐视不理。臣妾请皇后娘娘对嘉贵妃施以惩戒，以正宫规。起来吧。嘉贵妃，你言语不当，对孝贤皇后和七阿哥不敬，引得6宫侧目。那本宫就罚你替孝贤皇后和七阿哥画制100条经幡，送去圣水玉皇陵忏悔。在此之前，不得出齐襄宫。皇后娘娘故意刁难臣妾，臣妾要跟皇上去陈情。后宫的事，难道皇后娘娘不能自己做主吗？嘉贵妃你自己犯了错，还要去叨扰皇上？嘉贵妃，皇后娘娘已经很宽宥你了。嘉贵妃，你放心，本宫会向皇上回禀你今日所为，再看看皇上怎么处罚你。嘉贵妃娘娘，您请吧。嘉贵妃如此嚣张，早该好好责罚了。你们都各自回宫吧。臣妾告退。如意啊，嘉贵妃言语失当，你对她敲打教训，是分内应当。要她追思孝贤皇后和永从，也是情理中的事情。但嘉贵妃曾与孝贤皇后交好，纵然是孝贤皇后崩逝后，嘉贵妃有了争夺后位之心，也不能代表她谋害孝贤皇后母子啊。皇上还是觉得孝贤皇后崩逝，七阿哥早夭，嘉贵妃是无辜的。依你所言，梅嫔临死前的言语，其实她只认了是自己做的，并未拉扯上嘉贵妃。况且你也是隔了些时日才告诉朕的，怕是心里也有一处吧？即便如此，永皇临死的时候提到嘉贵妃，梅嫔的鹦鹉也是嘉贵妃毒死的，臣妾不得不疑心。如意啊，只有疑心没有实据，朕也不能动她。皇上是为了御事，你不能这么对朕说话。臣妾就知道皇上会这么对臣妾说。皇上，如果有一日嘉贵妃真的被证实犯了滔天大罪，皇上不会再姑息吧？若真有那一日，朕自有分寸。这画经幡之后，朕会让他赐血祝祷，以表虔诚和忏悔。是。主儿，您暂且忍忍。既然皇后娘娘叫咱们追思孝贤皇后，咱们就追思呗。您可别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。追死他，活着都被本宫算计得团团转的人，死了更是没用。走着瞧吧，皇后。皇上最近封了好些答应常在呀，招信的次数也比从前多了。是。本宫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呀，真是应该保重龙体。娘娘不要过分担心了，有件高兴事，奴婢说给娘娘听，所幸有喜了。
真的。奴婢今儿早去太医院拿药，碰见姜太医。姜太医说所幸有喜了，但是胎气不稳，所以姜太医特请求出宫照料。你去告诉姜太医，让他好好照顾所幸，不用急着回宫当差的。是。皇后娘娘，纯贵妃娘娘来了。臣妾请皇后娘娘安。坐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臣妾今日来是有一事。皇后娘娘，这话原本不该臣妾讲，只是皇上近日是否为国事操劳，精神不济？他半夜气喘，身子发虚，接连喝了补药也无济于事，臣妾实在是担心的很啊。皇上喝的什么药？是太医院开的，臣妾也不甚清楚。本宫会劝皇上保重龙体的。那就有劳皇后娘娘了。朕的脉象如何？回皇上，一切如常，并无大碍。可朕的精神大不如往日，你开的补益强身的药，一点功效都没有。江玉斌，你办事不大得力了。好，皇上，微臣以龙体计，用药不敢过猛，也不敢急于求成。药性过猛，对龙体也有损伤，必须得慢慢进步才是。无用。鹿园里养那么多梅花鹿，朕记得先帝在时，也用鹿血兑酒服用。皇上，鹿血确实可以大补虚损，强精益血，喝酒之后药力更佳。可药性太猛，与肾体不合，微臣实不敢用。罢了，你再去取些好药来。如果再无功效，你也不用留在太医院了。是。这鹿血酒真的有用吗？鹿血酒大补虚损，益精血，达官贵人们都爱用。只是这鹿血酒啊，功效太猛，皇上前些日子为国事累着了，怕是虚不受补，反而会损伤龙体。除了鹿血酒，就没别的东西了？没了，就这个是最有奇效的。令主儿，在您没有子嗣之前，顾宠可是第一要务。皇上，您歇一歇再看折子吧，喝口牛乳茶吧。奴才扶您起来。皇上，和御膳房做的口味不太一样了。皇上圣明，这是令妃娘娘亲手做的。哦，她手艺还不错。令妃娘娘担心您皇上让龙体操劳，特地进了这个。其实奴才也说呢，这令妃娘娘既准备了鹿血酒，怎么不一起送来？这两者一起服用，那效用才好呢。令妃哪来的鹿血酒啊？皇上您忘了，
令主乃是盛京人，咱们祖先进关以前，秋冬时节不都喝这个吗？所以令主才会调制。皇上，要不去永寿宫尝尝？好，去永寿宫。这。主，您歇歇，喝点粥吧。不喝。主，您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稍微喝一点吧。啊？困在宫里这么久，跟坐牢似的，谁吃得下去？主，您不会是有了吧？奴婢记得您的月事已经迟了很久了，现在又这般恶心难受。一定是的，这感觉太熟悉了。一定是的，太好了，本宫正愁解不了这困局呢。筛选这些鬼东西！主别生气，奴婢立刻去回禀。等一下，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本宫才有身孕，胎气不稳，还不能忙着应对皇后损了龙胎。皇后是晚危眼中钉，必须处置。本宫暂且先忍耐着，等腹中胎儿熬得再大一些，再去禀告皇上。主受苦了。9阿哥没生下来，这个孩子一定要保住。最近我们奏队，感觉皇上精力不济，困倦难当，有时还弥漫着酒气。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哎，我说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娘娘怎么了？有点头晕目眩。奴婢去叫太医过来。先不用，你查的如何了？娘娘，听说皇上私底下问姜太医要了陆雪，姜太医说陆雪性烈，与圣体无异，给回绝了。但奴婢发现永寿宫的人每日都到鹿苑割了新鲜鹿血。令妃用鹿血？难不成她制了鹿血酒给皇上喝？皇上在姜太医那儿所要不得，怕是另有人用鹿血酒讨好了皇上。皇上此刻在何处？永寿宫。咱去永寿宫。不必请安，都退下。永寿宫的主位呢？皇上，怎么办呢？朕头晕的厉害，想睡会儿。你先出去，叫皇后先回去吧。皇上，你别睡呀，皇后娘娘会责怪臣妾的。她是皇后，你是妃子，你被她训斥几句，等皇后气消了也就罢了。等朕好些了，再去见皇后。出去吧。是。不知皇后娘娘凤驾来临，臣妾未能远迎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皇上呢？皇上酒醉，在寝殿睡下了。是你割了鹿血酒，让皇上喝下的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一心想补好身子，臣妾也想劝皇上注意龙体。
可劝不住啊。你倒是会推脱。皇上让臣妾相伴，臣妾不敢不从。你若劝不住皇上，大可以来告诉本宫和太后。你一味纵着皇上的性子乱来，就是肆意隐瞒，居心不良。皇后娘娘训斥，臣妾何该领受？但，请顾着皇上的颜面，您先回宫歇息。皇上说待他好些，便会来找您的。身为嫔妃，敢轰皇后娘娘走，令妃娘娘也太大胆了吧！臣妾不敢。皇上酒醉伤身，倦于朝政，你们却不思劝诫，献媚讨好，魅惑主上的罪，你们担得起吗？臣妾知